所以送自己离开并不是那种离开，可到底是要做什么事，一定要送自己离开。知道事情缘由，魏无羡心里梗着的那块石头，好似慢慢的放下了，也好似没有放下。不管什么事，这人该是同自己说的，做甚却是要瞒着自己，而这一切说到底还是怨自己，怨自己敏感的可怕，怨自己患得患失，怨自己总害怕失去那仅有的温暖。魏婴是想知道要做什么事，那便快些好起来，好起来我便同你说。蓝忘机看着他那探究的眼神，轻轻的说着。魏无羡几分好笑他的孩子气，也苦笑自己若是好不了呢，若是真的到那一天，他又该如何，这人又该如何人啊？只要有了牵挂，那便不是只为了自己活着，死了的人死了便死了，留下来的人该是有多痛苦。不知道真相缘由的时候，拼了命也想知道，当真知道了，却也还是那样的心酸，那样的心疼。魏无羡当自己应了他的话，牵扯出一个淡淡的微笑当作回应，若是真的能好起来，他便听听这人要去做什么事。断断续续的又听蓝忘机讲了好些话，魏无羡确实再也撑不住了，眼皮重的不像话，迷迷糊糊又睡了过去。见他睡去，蓝忘机收了那温柔笑意，小心掖好魏无羡的球背，轻轻摸了摸那沉睡的容颜，便蹲下身子，使劲的拼命的一遍又一遍的去擦拭地上那呕出的血迹，随后又死死的盯着魏无羡，悬着的心再也放下，还是断断续续的吐血，成天浑浑噩噩的睡着。魏无羡偶尔清醒，也没有昔日调侃打趣的经历，就这一场玩笑式的闹剧，好似真的彻彻底底的将他抽干殆尽。他这才明白那是刚好是医师说的话，他的这副破身体再也经不起任何的折腾，只不过从来都没放在心上。蓝忘机见他醒了，将药碗端来，小心翼翼的扶他半坐起来喝药，病得厉害了，口中好似也没有味道。魏无羡第一次觉得那黑棕色的药汁没有那么的苦，只是吞咽东西是有些费劲。一碗药喂完，蓝忘机给他擦了擦唇角，想将人扶躺下休息，魏无羡却是阻止了他，就这样半靠在蓝忘机怀中，看着窗旧外透进来的阳光，顺着他的视线看去，蓝忘机轻轻握了下他的手。魏婴，是想出去走走，是吗？魏无羡摇了摇头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，说不出话，便有些费力的在蓝忘机手心里写着自己想说的话。蓝湛，他写了他名字，我在，蓝湛，我在。魏无羡其实还想问问他究竟要去做何事，但他清清楚楚的明白，自己就算知道，又能如何？那人说等自己好了便会说的，那便等等，再等等。明明知道自己或许是等不到了，他还是想听他说，还是虚弱的厉害。他也只是写了写字就累得厉害，手上也没了力气，索性也不挣扎强撑。看出他的疲惫，蓝忘机也轻柔地将人放躺下去。不一会，魏无羡又昏昏沉沉睡去，提心吊胆地看着昏睡的人，手中他写的字似乎还在灼烧着自己。蓝忘机有些发愣地将视线转移到自己手心上，随后便是迷茫地放空自己。睡了些时候，魏无羡又醒了，他今日清醒的时间比之前多了许多，蓝忘机也难得勾了点牵强的笑意。魏无羡醒了，还是依旧努力的在他手心写字，从始至终只写2个字，累了又昏睡过去，醒来又开始，好似写不够似的。最终还是蓝忘机强硬的制止了他，怕人累狠了，这才罢休。但随后几日，魏无羡情况却变得越发的糟糕，到后来连药也喝不进去，他连吞咽的能力都没有。蓝忘机急得双眼带了血丝，用了任何的办法，恳求也好，强硬也罢，最终全都从他唇角流出来，整个惨白的脖梗和枕头都是棕色的药汁。魏婴，乖，别吓我，喝进去，喝啊！蓝忘机哆嗦着手一次又一次给他喂药，可还是全部流了出来。他一边去擦他脖梗下的药汁，一边低声恳求，手碰到那只是一瞬便变得冰冷的肌肤时，整个人都颤抖的厉害。刚才还是温热的，明明刚才还是温热的。他惊慌失措的放下药碗，急忙去试探他身上的温度，脱了鞋袜的脚心，手上、胸膛全都冰冷的厉害，脉搏心跳也时有时无，再也顾不得所有，便疯狂的一边给人输送灵力，一边让弟子去叫医师，叫他叔父过来，不想喝便不喝了，你别吓我，别吓我，魏婴，我受不住了，再受不住了。他依旧低声悲切的恳求着，直到魏无羡细瘦的手腕一下，便无力的从球背中掉了出来。蓝忘机的心好似那一瞬间也不再跳动了。忘机，
蓝启仁和医师来时，便看见蓝忘机一脸呆滞地看着怀中的人，眼神中无了光彩，只剩下无助和空洞。叔父，他生气了，在罚我。忘机，蓝启仁和医师凑近一看，魏无羡显然已经是濒死之态，做再多也是于事无补，最多也是这几日了。上一次蓝启仁能把人救回来已经是万幸，这一次他也是无能为力了。医师看了看，也叹了叹气，养了这1年，终究还是养不回来。早就见识过了蓝忘机的痴情执着，宽慰的话说出也没甚意义。蓝启仁痛心的看着自己的侄子，只恨这一切都是命。忘机，多陪陪他吧。蓝忘机听闻话语，心中最后的一丝希望也已然破灭，抱着人便把头搁置在魏无羡的肩头，将人抱紧在自己怀中，再说不出一句话。蓝启仁见他如此，带着医师便痛心的关门离开，把时间留给他们。等晚间弟子照旧送药，送晚饭之时，却发现江人都不见了，屋子里空落落的，像是从来都没有人来过一般。蓝忘机带着魏无羡离开云深不知处，睡着的人依旧睡着，清醒的人倒是越发的清醒，像2个出去游玩的人一般。他想着这个人那般的调皮，那般的喜爱自由无拘，定是不想待在云深的。将魏无羡轻放在木轮椅上，一路走走停停，好玩的好吃的蓝忘机都会轻轻放在他手中，哪怕那无力的双手根本拿不住任何的东西。若真的无法挽回，这些许平淡的时光，或许是最后留存的幸福吧。在镇上逛了许久，遇见魏无羡口中时常念叨的裁缝店，蓝忘机原想给他添置些新衣，却不想无意从老板娘口中得知这人那些时日竟是偷偷做了新人衣衫。他也想一身红衣与自己相知相守，不知是如何走出店门的，心里沉沉的涩涩的。他轻轻地握了握魏无羡的手，张开唇想说些什么，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眼睛又酸又胀的，难受的厉害，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。蓝忘机脚下也走不动路一般，就这样死死地盯着魏无羡，直到裁缝店的老板娘追了出来，在后面唤他，这才收了情绪，抬头去看来人。这位公子，小官人当真无事吗？无事，他只是累了。那便好，我看这天该是要变了。公子不介意的话，留下这把伞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小官人总爱照顾我生意，我也念着他的好，只是睡得这么沉，都不能说上几句话。老板娘有些遗憾地盯了盯魏无羡，直觉他并不是真的睡熟，却也没再说些什么。多谢。蓝忘机收了伞，礼貌地点头致谢，随后便推着魏无羡去客栈休息。老板娘说的没错，是要变天了。把魏无羡抱到床榻之上，给他更换里衣，擦拭身体，脑海中还是会想到这人做新衣的画面。一时间他只想紧紧地抱住魏无羡，这样谁都不能带走他的魏婴了。魏婴，魏婴，舍得吗？舍得丢下你做好的新人衣衫吗？看看我可好？